那道笑声一经响起，几乎所有人都是身躯一震，他们都下意识地觉得那说话之人乃是通天仙人。可是他们祈求了那么久，通天仙人都没有回应一句。然而楚风只是一番大骂之后，通天仙人居然回应了。此刻，一些聪明人也都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都听出了通天仙人的话中之意。很显然，那位大人物是认识楚风的呀。然而，面对众人的目光，楚风其实内心也是颇感震惊。他认识的人的确不少，可从未见过所谓的通天仙人啊！不解之下，楚风将目光锁定了天际之上，他知道通天仙人就在那里。果不其然，那方空间微微颤动，一道身影从中踏出。这是一位老者，身穿一件戒灵黄袍，出现之后，目光便放在了楚风的身上，笑眯眯地说道：“楚风小友，可还认识我？前辈，真的是您？您竟然还活着！”而看到通天仙人，楚风也是神情大变，为之大惊，吃惊，当真是吃惊。因为楚风的确认识这位通天仙人，可是楚风却当真没有想到，通天仙人会是他早就认识之人。而要问眼前这位通天仙人究竟是谁，那还要从九州大陆说起。当初的楚风还是九州大陆青龙宗的弟子，因为逼不得已，楚风不得不离开青龙宗。而后楚风前往至尊山庄，参加至尊山庄举办的联姻大会。也正是在那里，楚风再度遇到了紫菱。在联姻大会期间，楚风与紫菱以及众人一同参加了一场位于万妖山内的历练。而在万妖山内，楚风与紫菱闯入了一座遗迹，那遗迹的主人是一位金袍界灵师。准确的说，那金袍界灵师不过是一道残念而已，可却对当时的楚风与紫菱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不过那金袍界灵师却没有杀楚风与紫菱，而是给楚风出了一道难题。最终楚风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那金袍界灵师，也打动了紫菱，这才成就了楚风与紫菱的一段姻缘。然而楚风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位金袍界灵师竟然还活着，且他的本体在五之圣土。因为此时此刻站在楚风眼前的这位通天仙人，正是当初在九州大陆万妖山内所遇到的那道残念。怎么，很意外吗？难道我就应该死了不成？通天仙人哈哈一笑，随后问道：“怎么只有你来了？没有听说过你的那个小恋人？你们两个不是很恩爱吗？”“不，他也来了，只是他现在身在他处，并未与我在一起。”楚风如实回道。看到这位之后，当初的一幕幕便开始不断在脑海浮现。老实说，先前楚风对这通天仙人还很是厌恶，可是此刻对其却有着难以言表的亲切之感。这么多年过去了，楚风经历了太多，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但他却怀念当初的自己。这通天仙人的出现，当真是勾起了楚风无数记忆，甚至让楚风此时此刻极度的想念自己的爱人紫菱。毕竟那可是与楚风同生死、共患难的爱人啊。那就好。通天仙人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说道：“你想救这些人对吗？前辈可否行个方便？”楚风说道：“不行，幻化之门有幻化之门的规矩，不能让这些凡人进入。”通天仙人说道。听得此话，莫说楚风心中一紧，其他人更是面如死灰。本来看通天仙人与楚风谈笑风生，以为二人关系极好，他们此次有望了，但没有想到，就连楚风也不能让通天仙人破例。不过你若是愿意，我倒是可以破例一次，给他们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要由你来把握。”通天仙人说道。什么机会？楚风问道。这一刻，通天仙人的两只大袖，随后一阵阵磅礴的雾气便不断自其袖袍浮现出。那看似是雾气，可实际上却是特殊的寒气，不是寻常的寒气，更像是某种至宝所化。而那寒气释放而出后，便在半空之上相融，最终形成了一座大阵。大阵之中飘荡着无数个碎屑一样的物体，进入此阵，将阵中的画质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卷。你便把握了这次机会，那我便可以让所有人进入其中。通天仙人说道。前辈，这有些过分了吧？当初你给我出这道难题的时候，起码还让我看了那幅画，让我知道该怎么拼凑。可是现在，你居然连看都不让我看，直接给我一些画卷的碎屑，然后就让我拼，未免太难为晚辈了。楚风苦笑一声，此刻的难题，不正是当初这位通天仙人给楚风出的难题吗？虽然有些变化，可大致意思还是相同的。只是当初楚风做这道难题是为了救紫菱，而现在是为了救此处的数亿万生灵。当初的你是什么水平？现在的你又是什么水平？你的戒灵之术已经如此高超，自然不能再出那么简单的题目。楚风，我事先提醒你，这阵并非我所布，而是传自远古。你进入其中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半个时辰你不出来，必死无疑。但就算半个时辰之内你出来了，你的丹田也将因此受损，怕是此生无法修复，修为难进寸步。说的简单一点，只要进入此阵，你必将永久受损。通天仙人笑眯眯地说道。什么？这阵法竟如此恐怖？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心中大惊。这阵法这样恐怖，简直就是说进去可能会死，就算活着出来，也将耽误了前程。这一刻，人们心中复杂至极，尽管他们都想活着，可却也不想让楚风这样一位绝世天才，一个有机会成为帝王的人，因为他们而断送了前程啊！通天，你帮就帮，不帮就不帮，没必要这样难为人。精灵国王很是愤怒地说道。通天拒绝他都没有生气，可是通天仙人居然拿楚风的未来做要挟，他当真是愤怒不已。我在问楚风，又不是问你。楚风小友都没有说什么，你在这瞎激动什么？然而对于精灵国王的怒喝，通天仙人也不生气，而是淡淡一笑，随后再度看向楚风道：楚风，我只问这一次，你愿不愿意为了天下苍生踏入此阵？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内心复杂至极，因为听了通天仙人的话后，楚风也是用天眼仔细观察了那大阵，不是观察那阵内的画卷残屑，而是那大阵之内的寒气，所以他已经发现那大阵内的寒气非常厉害，的确非同小可，乃是极其危险之物。所以通天仙人的那番话可不是吓唬他的，
而是真的。此刻，楚风也是有些犹豫了，毕竟进入其中，楚风的确可能断送前途，但若不进入其中，身在此处的数亿万生灵也可能都会死去。愿意一试，最终楚风还是开口了，在自己与那亿万条生命之间，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然而，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莫说是与楚风关系极近之人，就算是那些与楚风不熟的众人，也是在这一瞬间感觉自己的情绪复杂到了极致。楚风竟要为了他们这群完全不相干的人而舍弃自己。楚风，你疯了！别忘记还有月仙，月仙是可能击杀暗殿店主的，所以你根本没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去冒险。就算通天那老头不开门，我们也未必会死。仙喵喵大声喊道。与此同时，类似这样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几乎所有与楚风关系好的人都在极力的奉劝楚风。楚风大人，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您真的没必要因为我们去冒险。甚至一些楚风不认识的人也开始劝楚风，他们不是不怕死，只是不想在毁掉楚风的基础上去保命。若是那样的话，他们宁愿自己去死。尤其是那些之前在楚风咒骂通天仙人，因觉得楚风可能会害了他们，而在内心痛恨楚风的人，此刻更是内疚不已，自责不已。楚风甘愿为了他们牺牲自己，而他们之前却还因为一己私欲而去憎恨楚风，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太不是人了。谢谢诸位好意。可是如今五之圣土的确有劫难降临，虽然那劫难有可能会被阻止，但只是有可能而已。我不想冒险去赌，因为我若是赌输了，大家可能就都要因此而丧命，所以我决定把握住通天仙人给予我们的这次机会。楚风说道。楚风大人，您的好意我们真的是心领了，可是你与我们非亲非故，你本就不欠我们什么，真的没必要为了我们而耽误了您的前程啊。听了楚风的话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劝楚风，甚至年龄老一点、有过儿女、养过孩子的人竟已潸然落泪，因为在他们眼中，楚风就算再强，可终归也是个孩子。若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死的话，他们又会何其的心痛。只要想到楚风的父母，他们便会更加的心痛，替楚风感到不值。有句俗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楚风不是能力多大之人，可此刻这个责任既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就必须将其给扛起来，不因别的，只因我楚风是一个男人，这是我该做的。楚风又是一笑，随后楚风身形一纵，便义无反顾的跃入了那大阵之中。楚风眼见着楚风进入其中，如仙喵喵等人都是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嘶吼。那虽然只是一座大阵，可在他们来看，那更像是一座鬼门关，非生即死，就算活着也将要成为一个废人。楚风踏入其中，就等于是废了自己的前程。与此同时，在场的数亿万人都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甚至有人开始不断的哀嚎、哭声、喊声、感谢的声音响彻不断，甚至还有人跪在地上对楚风磕头作揖。他们与仙喵喵想的一样，楚风进入其中可能就无法活着出来了，而楚风这样做是为了他们。都给我住口，不要让楚风分心。而此刻精灵国王则是大喝一声，精灵国王这一声怒喝就像是一道惊雷，将所有人都惊醒。尽管进入其中楚风凶多吉少，可既然进去了，他们就不能添乱了。哪怕出来后楚风的修为会受损，可至少还能活着。于是乎，此时此刻各种哭喊声尽数停止，这足足数亿万人所在的天地竟是寂静一片，能够听到的声音便唯有天际之上那大阵之内传来的声音。是楚风。楚风在大阵之内正在急速的拼凑那些画卷的碎屑，努力的将那幅画卷拼凑出来。先不说他的时间不多，最主要的是进入这大阵之后，楚风真的体验到了那寒气的恐怖。此刻那些寒气不仅已经侵入楚风的体内，更是开始进入楚风的丹田，并且越进越多。最主要的是，在那寒气进入丹田之内，楚风丹田内的雷霆巨兽以及血液内的雷霆巨兽居然毫无反应，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楚风的心可就沉了下去，这说明寒气之厉害，连他的传承血脉也是奈何不得。看来他的修为真的是要受损了，因为此刻的楚风当真是有些难以承受那股寒气了，就像他随时都可能被冻死，随后被硬生生的冻成一个冰人，然后碎裂死去。就算死，我也要将这画卷拼成，否则岂不是功亏一篑？楚风咬紧牙关，继续努力的拼凑画卷。一时之间，楚风竟然忘记了寒气入体之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眼中只有那些画卷、信念。此刻的楚风不是靠着自己强横的肉身，不是靠着自己的传承血脉，完完全全是靠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做这一切。不对，可是忽然之间，楚风却是目光一闪，眼中涌现出了不可思议之色。随后他就像是寻到了灵感一样，拼凑的速度越来越快，并且非常的准确。大家快看，那画卷楚风快拼成了！忽然之间，有人忍不住大喊一声，因为他们发现楚风竟真的在那大阵内拼凑出了半幅画卷，并且那画卷的面积仍在不断的扩大。这话有些不对劲啊！然而看到那不断被完成的画卷之后，精灵国王等诸多高手却皆是目光一闪，他们都发现了不对，因为那根本不像是一幅画，更像是一个特殊的图。可若是功法图又太过简单，若是藏宝图却也是不像。成了！就在这时，最后几片画卷残屑被楚风安置完毕，而此刻一幅完整的画卷也是浮现而出。这的确不对，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画卷。当看到完整品后，精灵国王很是确定的说道：“通天前辈，多谢了。”然而就在这时，那大阵之内的楚风却是传来这样一句，这一句中不仅散发着浓浓的感激之情，人们还听到了楚风的笑声。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神情一致，满面不解。多谢。楚风为何要谢？此刻人们对楚风的那一句道谢皆是感到不解。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面带微笑，闭上双眼，
凝聚体内的武力，以一种特殊的路线在体内奔腾游走。而那个修炼的路线，正是楚风所拼凑出的那幅图。只不过这个修炼图也不是寻常人可以领悟的，但是楚风却领悟了。楚风按照这修炼图开始修炼，他的丹田之中竟出现了一道漩涡，漩涡旋转。莫说楚风体内的寒气开始不断的向漩涡内奔腾而去，就连这大阵之内的寒气也是开始拼命的向那楚风的丹田，向那漩涡奔腾而去。只是眨眼之间，整个大阵的所有寒气都被吸入了那漩涡之中。这一刻，漩涡开始变化，化作了一颗满是寒霜、寒气逼人的晶体，而这个晶体却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似是感受到了天地能量的气息，楚风丹田内那沉睡的雷霆巨兽猛然睁开了双眼，随后大口一张，便将那晶体吸入了腹中。而下一刻，楚风便感觉极为庞大的天地能量在自己的体内奔腾，随后又掠入丹田，与自己彻底相融。原来那寒气乃是天地能量，虽然是一种狂暴的天地能量，可只要按照特殊的修炼图来修炼，就可以将这天地能量吸收炼化。而现在楚风已经做到了，并且这股天地能量的确非常浓郁，只差一点点，楚风就可以突破了。虽然最终还是未能突破，可这对楚风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铺垫，所以楚风才要谢通天仙人。因为当看穿那修炼图后，楚风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所谓的踏入其中飞升即死的大阵，实际上又是通天仙人给他的一场考验。他不仅不会因为这大阵而导致修为受损，更是不会死在其中，只会在这里面得到巨大的好处。楚风小友，那么浓郁的天地能量被你炼化，居然也未能突破吗？此刻通天仙人颇为吃惊地看着楚风，我的传承血脉胃口一向大得很，事到如今他们的胃口更是大得有些超乎想象了。不过前辈，这大阵内的寒气的确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其实只差一点，我便可以突破，所以多谢前辈，若非前辈帮助，我恐怕很难在五之圣土找到这么浓郁的天地能量。楚风郑重地对通天仙人抱拳施礼，能为他人舍弃自己，能做到者已是极少，可为了亲人，还是有些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能为与己无关者而舍弃自己的，那便当真是见所未见。但是楚风小友，你却做到了，你有一颗博爱之心，不仅五之圣土需要你，这个世界也是需要你，唯有你这种人获得了力量，才能造福于他人，所以那寒气是你应得的。更何况那寒气除了你，怕是在整个五之圣土也没人可以炼化了。不对，我差点忘记了，那个暗殿殿主似乎也是可以，不过我可不会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那种家伙。通天仙人笑眯眯地说道。而听到他的话后，所有人都是内心起伏。首先他们惊讶于原来之前的种种只不过是对楚风的一个考验，而考验通过，楚风不仅没有事，反而得到了不小的好处。但是如精灵国王以及楚风等人更惊讶的并非于此，而是从通天仙人的那番话中，他们已然听出，通天仙人虽然常年闭关，可是对五之圣土上的事情似乎也是极为了解，否则他又怎么会知道暗殿殿主也能够炼化那些寒气呢？就在这时，通天仙人的手中忽然出现一把钥匙，他将那钥匙对着身后的虚空一指，顿时一道耀眼的金光以扇形笼罩前方。而在那金芒的笼罩之下，一道巨大的门也是浮现而出。这个门乃是半透明色，似是水晶打造而成，也似如玻璃铸成，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门非常的坚固，乃是一道无法摧毁之门。而这门的四周还有着不断扭曲的空间，甚是诡异。但此时此刻，当看到这道门之后，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喜，他们都清晰的看到那大门之上的4个大字：幻化之门。诸位看好了，看清了，也都给我记住这一刻。这不仅仅是幻化之门，还是可能救你们一命的门，但这个机会是楚风为你们争取的，是因楚风，你们才有了进入此门的机会。通天仙人召唤出幻化之门后，凝望四方，高声说道。此刻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尽管人们没有说些发自肺腑的话，可是眼中却尽是对楚风的感激。如果说之前精灵国王他们还想帮着楚风树立威信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绝对不会那样做了，因为楚风的所作所为绝对已让在场的数亿万人铭记于心。在他们心中，楚风会不会成为帝王，他们都会对楚风恭敬有加，并不是因为楚风的实力强横，而是因为楚风救了他们所有人的命。楚风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动了所有人。就在这时，通天仙人手中的钥匙光芒又是一闪，随后那幻化之门便在众人的目光之下缓缓开启。楚风小友，请进吧。通天仙人对楚风说道，他的意思很是明了，要让楚风第一个进入这幻化之门之中。幻化之门已然开启，楚风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便已落下，所以倒也没有客气，而是率先踏入了幻化之门之中。进入这幻化之门，楚风才发现这幻化之门的内部当真是别有洞天，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空间，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奇珍异草，再配上一些最平凡的小动物，此处绝对是五之圣土，真正的世外桃源。因为这里的安宁没人可以破坏。而在此之后，精灵国王、炼冰仙人、仙喵喵等人也都纷纷进入了幻化之门。至于那数亿万人，在远古精灵的管控下，也是很有秩序的进入了幻化之门。当幻化之门关闭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都落了下来，在这里他们都有着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前辈，能否将门打开，让我出去？然而当将所有人都安置好之后，楚风却找到通天仙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楚风小友，如今整个五之圣土能够对付暗殿殿主的唯有月仙了，若是月仙都败，那便没人可以制约于他。整个五之圣土除了这幻化之门内，便将没有一处净土，除非那暗殿殿主主动离开，否则我们绝对不能走出幻化之门。这个道理你应该也懂，可你现在为何还要出去？
你是要做什么？通天仙人很是不解地问道。我有一位前辈，还守在东方海域天路出口，我不能让他置身于陷阱而不管。楚风自然不会忘记前往东方海域天路入口，守在那里，等待空间裂痕出现的罗盘仙人。原来是这样。听得此话，通天仙人的目光微微闪烁，他仍在犹豫要不要放楚风出去。然而就在这时，远处忽然出现一道金光，很快的那金光便来到楚风的近前。看到这个金光，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因为那金光乃是一只金色闪光鸟，并且这只金色闪光鸟此刻正围绕着楚风盘旋，这说明这只金色闪光鸟是来找楚风的。看到这只金色闪光鸟，楚风顿时目光转喜，因为事到如今，所有与他有关系并且能发出金色闪光鸟这种珍贵通信鸟的人，几乎都在幻化之门内了。但还有一个人，他的手里有着一只楚风做过印记的金色闪光鸟，那便是罗盘仙人。楚风接过金色闪光鸟，当手指楚风碰到其额头的一刻，顿时一缕信息涌入脑海：楚风小友，可通往东方海域的空间缝隙已现，速来。而当那个信息涌入脑海之后，楚风的脸上顿时绽放起了灿烂的笑容。果然是罗盘仙人。罗盘仙人等到了空间缝隙，但楚风没有想到的是，罗盘仙人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等到空间缝隙，而只要空间缝隙出现，那楚风便有机会回到东方海域，便可以回到九州大陆，去解开清玄天所留下的地藏与秘密。真是天助我也！此刻，向来不信天的楚风也是忍不住感叹一声，感谢其老天。本来楚风已经觉得，眼下面对暗殿店主，他们只能坐以待毙，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月仙的身上。月仙若是能战胜暗殿店主，也就罢了；若是不能战胜暗殿店主，就只能如通天仙人所说，他们这些人都要长时间的待在这幻化之门之中，在此处生活，直到暗殿店主扼杀掉五只圣土的所有生命，选择离开后，他们才能重返五只圣土。但是现在，当空间裂痕出现之后，楚风便有了第二条路，便有了第二个机会。先不说楚风能否在清玄天留下的地藏之中得到什么，只要是能够打开那个地藏，楚风就可以唤醒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圣兽。若是帮他们找到肉身，便可以让他们恢复成昔日的圣兽。而当初清玄天能够战胜岩浆、帝君这四只圣兽，可是功不可没的。所以他们的修为到底在何境界，还都是未知数。就算是半祖，也未必没有可能。毕竟清玄天已是那样强横。因为当初的清玄天究竟在何境界，并没有人知晓。楚风小友，是何喜事？竟笑得合不拢嘴。通天仙人好奇地问道。因为楚风之前还一脸严肃，可看到那金色闪光鸟后，便目光转喜，此刻更是满面笑容。这让通天仙人意识到，那金色闪光鸟应该是传递来了一个好消息。长话短说，只要我重返东方海域，便有机会解开清玄天前辈留下的遗迹，更有机会唤醒他当年的四只守护兽。所以之前才拜托罗盘前辈去东方海域的天路出口守候，等待空间缝隙出现。因为唯有通过空间缝隙，我才可以返回东方海域。而刚刚的金色闪光鸟，便是罗盘前辈发给我的。他已经等到了空间缝隙，我现在可以重返东方海域了。楚风如实说道。这样说来，还真是个好消息。通天仙人说道。是啊，所以前辈，恐怕您是必须要帮我打开幻化之门，放我出去了。楚风说道。拿着这个，你便可以自由出入我这幻化之门。离开此处后，你也可以准确的找到我这幻化之门的位置。通天仙人将一把钥匙递给了楚风。这个钥匙很是奇特，与通天仙人之前开启幻化之门的钥匙很像，但唯一的区别是，通天仙人之前用的那把钥匙很大，但是楚风这却很小巧，只有小拇指的大小。很显然，这幻化之门的钥匙不止一把，而现在通天仙人却将这如此珍贵的钥匙交给了楚风。多谢前辈，那晚辈这就离去了。至于我要返回东方海域之事，还劳烦前辈转告给国王陛下他们。楚风不想耽误半点时间，准备现在就走。好，我送你。通天仙人笑着说道。随后，通天仙人便亲自将楚风送到了幻化之门前，而楚风也是用那把小钥匙，在幻化之门的左下方打开了一道小门。这个小门高达3米，与幻化之门的主门相比，的确很小，可是用来同行，却也是足够。前辈，有一个问题我很是不解，这幻化之门隐于虚空之中，没人知道它的踪迹，就算找到，也没人进得来。可为何金色闪光鸟还是找到了我，并且进入了此处？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身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他能感觉到这幻化之门的厉害。半祖虽强，但这幻化之门的确挡得住。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挡得住半祖的地方，竟然拦不住金色闪光鸟。当初的嗜血杀阵也一样，同样拦不住金色闪光鸟。所以楚风对这个奇特的生灵真的充满了好奇。幻化之门源于远古，金色闪光鸟也同样源于远古，二者各有各的神奇。但你若问我，我也不懂。若想知道，就努力修炼，日后进入天外，长了见识，也许可以破解种种谜团。不过在那之前，你可要好好活下去。通天仙人意味深长地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这就告辞了。楚风淡淡一笑，明白了通天仙人的话中之意。至于这意，其实很简单，通天仙人再强，也终归是五帝巅峰，五只圣土的很多事情他也无法理解。在通天仙人看来，天外或许能够解开这些谜团，毕竟来自天外的暗殿店主就知道很多五只圣土之人所不知道的事。不过天外他是去不了了，所以他将希望寄托在了楚风的身上。所以他希望楚风做事要以自身为重，因为唯有活着才能进入天外。之后楚风便径直地前往了罗盘仙人所在的地方。这一路可不近，但楚风心怀激动之情，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的大哥楚孤羽，他的堂姐楚月，他的师尊秋残风与诸葛流云，还有皇甫皓月、缥缈仙姑、秋水伏烟、青龙道人、猴哥妖猴王、
那么多熟悉的人，那么多帮助过他的人，楚风终于又能见到了。他真是越想越激动。所以，除了用远古传送阵传送之时外的其余路程，楚风都是日夜不休的赶往。他片刻也不想耽搁。可忽然之间，楚风却停下了脚步，宛如石化一般，愣在了天际之上。下方本是一座妖兽势力，虽然这个势力不是最顶尖的妖兽种族，但也是能与九世并驾齐驱的存在。眼下，这个妖兽所占据的领地，那连绵数千万里的大山，竟被夷为了平地。不仅夷为平地，此处更是漆黑一片，滚滚黑烟冲天而起，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暗殿殿主，此刻楚风双拳紧紧握起，他在此处感受到了暗殿殿主的气息。是暗殿殿主来过这里，将这里所有的生灵全部扼杀。不仅是那个妖兽势力的所有妖兽，还有此处的花草树木，甚至藏在大山深处的奇珍异宝、天地灵物，全部都不存在了。尽管楚风只是看到的乃是一片死寂，可是闭上双眼，楚风却能够想象得到暗殿殿主降临，开始抹杀此处一切的场景。年迈的老者，稚嫩的孩童，甚至还有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以及为了守护族人拼尽全力的妖族强者们，他们在面对暗殿殿主的时候，都发出了各自的怒吼以及绝望的哀嚎。可暗殿殿主却没有一丝同情，将他们全部抹杀，用他们的生命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忽然之间，楚风动了，继续向东方海域的出口前去。尽管楚风从一开始就将速度提到了极致，可是这一刻他的速度竟然比先前还快。是怒火，是楚风心中的怒火带给了楚风力量。暗殿殿主罪不可恕，楚风绝对不会放过他。但是现在的楚风需要更强的力量，而东方海域是他眼下唯一的希望。又是连续几个日夜的赶路之后，终于在远处，楚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而那位正是罗盘仙人。只是此刻的罗盘仙人却是满面沧桑，比起当初，此刻的罗盘仙人憔悴不已。这一刻，楚风顿时心头一酸，只是罗盘仙人此刻的面容，就足以想象罗盘仙人这些时日所做的付出。楚风，你总算来了。罗盘仙人虽然憔悴，可他却认真的观察四方。楚风还未靠近，他便已然发现了楚风在那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了喜悦的笑容。罗盘前辈，让您受苦了。楚风靠近后，很是惭愧的说道：“这是哪里的话？只是守着此处，不吃不喝不睡而已，小事一桩，何足挂齿。”罗盘仙人一脸无所谓的笑道。可是听得此话，楚风的心中却是更痛。身为修武者，他岂会不知道，到了罗盘仙人这种境界，莫说几个月的不吃不喝不睡，就算几年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他之所以会这么憔悴，那是因为他这段日子一直大量的消耗精神力，导致内在虚空，才会这般。楚风，现在情况如何？那大阵可有布置成功？罗盘仙人问道。虽然身在此处，可他却心系青木山众人的安危。大阵布置成功了，只是暗殿殿主修炼了魔功，修为已达半祖，就算是那大阵也挡不住他。楚风说道。竟然达到了半祖，什么样的魔功具有如此威力？听得此话，罗盘仙人一脸的吃惊，不由得问道：“那五只圣徒，岂不是没人可以阻挡暗殿殿主？”不，还有月仙。月仙乃是月下迷宫内的强大存在，本就拥有半祖的修为。虽然在月下迷宫之时，他占据了苏柔与苏美的肉身，可却本性不坏。如今愿意帮我们对付暗殿殿主，只是暗殿殿主神出鬼没，并且正在四处扼杀五只圣徒的生灵，以炼化众生来提升修为。这样下去，怕是月仙也不能压制于他。楚风说道：“那我青木山的众人，远古精灵的众人，他们该怎么办？”罗盘仙人问道。这点前辈放心，五只圣土有一个神奇的地方，那便是幻化之门。幻化之门行踪不定，除非有钥匙，否则没人可以打开。而幻化之门的主人便是通天仙人。现在通天仙人已经将幻化之门打开，让我们进入其中躲避。现在大家都没事，并且救了很多人。只是五只圣土太大，人数太多，我们时间有限，能救之人也终归有限。楚风说道。其他人倒是无所谓，他们的生死与我何干？只要咱们的朋友没事便好。听了楚风的话后，罗盘仙人松了一口气，随后他单手捏诀，随后大袖一挥，一片由结界之力化作的金色雨点向其身后飘散而去。很快的，一个空间缝隙便浮现而出。原来这空间缝隙就在罗盘仙人的身后。罗盘仙人怕有人发现这空间缝隙，所以事先用结界之术将其隐藏了。只是看到这空间缝隙，楚风便顿时眉头一皱。这空间缝隙之中不断发出隆隆之音，似是大浪排山倒海般的汹涌，也似有万雷不断的交织。总之，还未进入其中，楚风便在那空间缝隙之中。楚风感受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这一刻，楚风不免有些佩服淡台雪，当初竟然敢进入如此危险的地方。楚风，这空间缝隙并不安全，危险系数极大，进入其中有可能回到东方海域，但也可能死在其中。但我知道你一定会选择进入其中，所以我便不劝你了。但是这空间缝隙一定要由我来开路。话到此处，罗盘仙人便身形一转，准备掠入那空间缝隙之中。他是想自己走在前面，万一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死的也是他。至于楚风，起码还有一条退路。然而罗盘仙人刚要动身之际，一道身形便率先的掠入了那空间缝隙之中。是楚风。楚风不仅掠入了空间缝隙，为了防止罗盘仙人也进入其中，更是用结界之术关闭了这空间缝隙。楚风，你给老夫住手！眼见着空间缝隙正在关闭，罗盘仙人一边努力的接近，一边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可是为时已晚，楚风似乎早有准备，那结界之术瞬息便将空间缝隙关闭。当罗盘仙人靠近之时，空间缝隙已经彻底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楚风。蠢货，简直愚蠢透顶！你这样可是会害了自己啊！这一刻，罗盘仙人不断的发出咆哮，情绪变化之间，连天空都被其影响。
乌云滚滚，狂风大作，一时之间，这方天地已是天昏地暗。毕竟空间缝隙分为良性和恶性，良性还好，可以成功通过，但若是恶行，进入其中可是必死无疑的。而楚风先前的所作所为，就形同于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若是良性就罢了，若是恶行，楚风肯定无法活着回来了。然而就在这时，罗盘仙人忽然注意到身后传来了淡淡的光芒，尤其是在这天昏地暗之际，这缕光芒显得格外的耀眼。靠近之后，罗盘仙人发现这光芒似是一座阵法，于是他单手捏诀，这才敢用手去碰。而这一碰，那光芒顿时四散开来，耀眼无比。而在那一瞬间，一缕信息也是进入了罗盘仙人的脑海。罗盘前辈，这把钥匙可以找到幻化之门，也可进入其中，请您务必要去，您唯有在幻化之门内，晚辈才会安心。至于我，定会安然归来。收到这缕信息，再看向那光芒，便可发现那里原来有着一把钥匙，而那把钥匙正是之前通天仙人交给楚风的那把，能够找到幻化之门，并且开启幻化之门的钥匙。楚风，你这小子握住那把钥匙！罗盘仙人竟已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原来楚风早就计划好了一切，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他陪着去冒险，因为无论是这钥匙上的阵法，还是那封闭空间缝隙的阵法，都不可能是一瞬间凝聚而成。这说明是楚风提前便准备好的。尽管心中很不舒服，可罗盘仙人却也不想辜负楚风的好意，于是他手握那把钥匙，隐于虚空之中，开始按照钥匙的指引去寻找那幻化之门。至于楚风，如今所在之处，远处的四周漆黑一片，可楚风却身处一片风暴之中。此处的雷不是寻常的雷，为黑色，鸣音刺耳，威力无穷，仿佛可以劈展开一切。此处的风不是寻常的风，为金色，风音呼啸，空间撕裂，仿佛可以切展开一切。楚风身为4品武帝，此刻施展出多种手段，拥有着比寻常的8品武帝还要坚固的肉身，可若是被那黑雷或者金风触碰到的话，只在瞬间便会魂飞魄散，飞灰烟灭。此刻楚风可以确定，当初淡台雪他们进入的空间缝隙绝对不像他如今所处的这样危险，因为此处的黑雷与金风实在是太恐怖了，哪怕是楚风走在其中，也必须小心翼翼。这种地方以当初淡台雪和江七杀他们的修为，绝对不可能闯过去，莫说闯，恐怕刚进入其中就要在瞬间死去。所以楚风知道他很不幸的走入了一个非常狂暴的空间缝隙，但哪怕如此，楚风也必须勇往直前。眼下暗殿殿主正在5之圣土残杀无辜，楚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等下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缝隙，这是他眼下能把握的唯一机会。此刻楚风不仅动用了天眼，更是调动了全身的精神力，感知四周，当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只要被那黑雷或者金风触碰到，他真的是要魂飞魄散的。毕竟这个空间缝隙可是一个恶性的。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已经忘却时间，忘却亲人，忘却所有，只知道在躲闪障碍的同时，不停地向前行走。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日夜，前方终于出现了久违的光芒，那是出口。看到那个出口，楚风只感觉热血沸腾，心神澎湃，甚至忍不住想要大喊一声，可他却没有，因为他知道越是关键的时刻，他越不能放松警惕，他绝对不能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因放松警惕而导致功亏一篑。如此谨慎之下，楚风终于走出了那空间缝隙，而当他再度感受到那阳光的时候，顿时整个人都解放了。楚风先是闭上了双眼，以这种方式来庆祝自己闯过了那样恐怖的空间缝隙，因为此时此刻他当真是有一种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的感觉。缓和了好一会，楚风才渐渐睁开了双眼，看着那熟悉的蓝天白云，看着那滚滚翻腾的滔天浪花，以及不断吹着衣衫与长发的海风，楚风只有一种感觉，舒服，一切都是如此的舒服。忽然楚风的脸上绽放起了许久未曾有过的笑容，那是回家的喜悦。我回来了，东方海域，我回来了，我的亲人们，我会来了，我楚风终于回来了，大家都还好吗？尽管楚风不是东方海域的人，但在他看来，东方海域与九州大陆就是他的家乡，离家多年，终于荣回故里，那种激动的心情连楚风也是无法抑制。忽然楚风猛然转身，布置出一道结界阵法，将那空间缝隙给隐藏了起来。首先，天路开启的时间还没到，这是楚风回到5之圣土的唯一途径。其次，这空间缝隙太危险，放在这里难免有人好奇会进入其中，但是以东方海域之人的修为，进入其中那绝对是找死，所以这空间缝隙楚风必须封锁起来。至于5之圣土那边被楚风封锁的空间缝隙，其实只是一个障眼术，用来骗罗盘仙人离开的障眼术，那个入口并未封锁，楚风只是还是可以从那里回去的。毕竟楚风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切。大家还好吗？再等一等，我这就来，我这就来了。忽然楚风脚步向前一踏，整个人便消失不见。以楚风如今的修为，这东方海域虽大，但是他想要到达任何地方都无需用太多的时间，更何况楚风此刻速度极快，因为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若问东方海域最神圣的地方是何处，人们第一个会想到的，那便一定是缥缈仙峰。先不说缥缈仙峰传自远古，现在的主人秋水伏烟实力多么强横，最重要的是几年前的在缥缈仙峰发生的那场大战，至今人们还都记忆犹新。因为那场大战不仅集结了东方海域最强的几大势力，相传还有5之圣土的强者参与。5之圣土是什么地方？那可是传说之地，但偏偏东方海域就杀出了这么几个来自5之圣土的存在。虽然传闻中他们皆是小辈，可却蕴含着通天之能，幸亏残夜魔宗宗主楚风以逆天之能将他们给斩杀，否则缥缈仙峰恐怕将被5之圣土占领。最重要的是，
相传那几个武智圣土的小辈心狠手辣，若是当年一战是他们胜了，搞不好东方海域的所有人都将没有好日子过了。而在以讹传讹之下，人们更是将武智圣土的那几位彻底黑化，黑得不成人样，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据说他们连老奶奶都要玷污，简直禽兽不如。尽管多年过去，但当年那一战依旧是东方海域近些年最轰动的事件，所以当年之事，人们依旧津津乐道。可是缥缈先锋却依旧是寻常人不得擅入的圣地。可哪怕如此，却也有着许多人想要拜入缥缈先锋之下，所以几乎每日都有许多人聚在缥缈先锋之外，想要加入缥缈先锋，快点走开，否则后果自负。忽然之间，一道厉喝响起，顺声观望，在缥缈先锋的入口处正站着4位美女。看到这4位美女聚在此处之人，皆是身体一颤，脸上或多或少的露出惊恐之容。这4位女子很美，不仅很美，还很有名气。正是因为她们的名气，人们才会害怕。因为这4位乃是缥缈先锋前任主人缥缈仙姑的4位弟子：春舞、夏雨、秋竹、冬雪。所以在东方海域几乎没有多少人敢得罪他们，更何况这是在缥缈先锋的地盘。4位师姐多年不见，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忽然传来一声调侃的声音：谁啊，这么大胆，不要命了不成？就是竟然敢调戏我的4个女神，绝对是找死啊！听着这个声音，还不待春夏秋冬4美女发话，人群之中便有人发话了。而事实上，此刻春夏秋冬4美女的脸色的确很是不好，将那愤怒的目光投向了人群，似是想要寻找那罪魁祸首。这种情况之下，可没有人愿意背这个黑锅。人群呼啦一下子就散开了，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不仅不动，还笑眯眯地看着春夏秋冬4个美女，那种目光简直是放肆至极。我擦，这哥们真是色胆包天啊！眼见楚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反而还用那种目光看着春夏秋冬，人们都被惊呆了。此时此刻，有不少人对楚风心生佩服，佩服楚风的勇气，这简直就是在用生命看美女。但大多数的人则是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虽然退到了一旁，但却不准备离去，因为人们最乐意看到的就是热闹。尤其是这个傻小子惹到了春夏秋冬，那这个热闹就更是要看了。毕竟春夏秋冬4美女的名声可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那个春舞更是有名的暴脾气，而这个不要命的小子居然敢调侃春夏秋冬4美女，人们都想看看这个小子是怎么死的。然而就在这时，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当看到楚风之后，春夏秋冬4大美女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甚至脸上涌现出了不可思议之色。而在愣了片刻之后，4人的脸上皆是露出的笑容，笑得那叫一个美。在场之人还从来没见他们4个笑得如此灿烂过。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美丽的笑容已经迷倒了在场的所有男子，尤其是春舞，此刻更是健步如飞。当其来到男子身前后，娇躯一跃，竟直接跳入男子怀中，紧紧地抱住了男子。紧随其后，其他3位美女也跑了过来，尽管没有像春舞那样疯狂，可却也是小鸟依人般的站在男子身旁，且一脸花痴的看着那个男子。我了个擦，这什么情况？这是此刻围观者所有人的心中想法，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此刻都这么想。春夏秋冬4位美女是什么人？那可是缥缈先锋内圣女一般的存在。平日里多少男子在他们面前，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就仿佛没有人能够走入他们的法眼一般。可是现在这4位圣女竟然被这个男子迷得神魂颠倒，着实让人们大跌眼镜，感觉难以置信。这个家伙是什么来路？这是此刻所有人心中的疑问。楚风师弟，真的是你吗？我不会是做梦吧？春舞激动的眼眶都红了，一边揉搓着眼睛，一边追问着，他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梦里的我会不会这样掐你的脸？楚风说笑着，伸出手掌放在春舞那白皙的脸颊上，随后轻轻地掐了一下春舞那具有弹性的脸蛋。好痛！春舞痛得一躲，但很快就笑得更为灿烂了。混蛋，果然是你，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春舞相信了，眼前的楚风的确是那个他所熟悉的楚风，但相信之后，他抱楚风反而抱得更紧了。好了，春舞，楚风师弟好不容易回来了，一路肯定辛苦，还是先带他进去休息吧。秋竹上前说道。对，快跟我进去，师尊他们知道你回来，肯定会特别的高兴。春舞说话间便拉着楚风向缥缈先锋跑去，欢快的性格与当年一样，并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而在楚风与春夏秋冬4大美女进入缥缈先锋后，围观之人却都是目若呆鸡的愣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才有所缓和。我擦，我没有听错吧？他们刚刚叫那个男子为楚风？没错，我也听到了，是楚风，那位竟然是楚风。楚风，是楚风回来了，我竟然见到了楚风，我真是走了大运了，居然见到了楚风，此事够我吹一辈子的牛皮。忽然人群炸开了锅，楚风之名实在太盛，尤其是当其踏入天路的那一刻后，简直就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在东方海域的许多人眼中，几乎没有人一个人物能与楚风相比，尤其是小辈而言，楚风更是宛如神一般的存在，是绝对的偶像，所以人们才会如此的激动。按照秋竹他们的想法，是准备先将楚风带到一处休息，然后再通知其他人，告诉他们楚风回来了。可是春舞的性格太急了，竟直接拖着楚风前往了缥缈仙姑所休息的地方，那里可是一处禁区。其实哪怕春夏秋冬4姐妹也是不能随意闯入的，因为眼下缥缈仙锋属于非常时期。春舞姑娘，仙姑大人，他见春舞他们急匆匆的过来，守护此处的2位长老本想要阻止他们进去，别拦我，我有要事要见师尊。然而这一次春舞却并未听从他们的话，而是直接闯了进去。换作寻常，守护此处的2位长老
肯定会出手阻拦，但是这一次他们却并没有。不是他们不想阻拦，只是当他们看到春武身后的男子后，顿时愣在了那里。刚刚那位是楚风大人。那位长老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得对另外一位长老问道：“是楚风，是楚风大人回来了。”另外一位长老连连点头，同时苍老的身躯也在不断的颤抖，足以见得此刻的他是多么的激动。师尊，师尊，快看是谁来了！但是此刻最激动的还要数春武，因为刚进入宫殿，他便开始不停的呼喊，那叫一个兴奋。而在春武四人带路之下，楚风来到了一座偏殿之中。此刻偏殿之中有着3个人，2男1女，皆是楚风熟悉之人。而这3人便是缥缈仙姑与太后以及他们的女儿。这缥缈仙峰现任主人秋水浮烟。春武，什么是大惊小怪的？还有，不是告诉过你们，没有要紧事，不许来这里。缥缈仙姑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所以她此刻的语气也很不好。见春武等人进来，便准备说叫春武。然而，当缥缈仙姑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春武那一刻，便猛然从座位之上站了起来，本愤怒的面容却是瞬间凝固，从而大喜，惊呼道：“楚风，楚风！”听得这2个字，太后与秋水浮烟也是顿时一惊，赶忙将目光投了过来。而当其2人看到楚风之后，也是如同缥缈仙姑一样，纷纷自座位站起，且不约而同地向楚风走来。楚风拜见缥缈仙姑，拜见太后前辈，拜见浮烟姐姐。看到3人，楚风则是屈身抱拳，对着3人施以大礼。这3人都是帮过自己的人，对楚风可谓是恩重如山。不管如今的楚风成长到了什么地步，但在楚风眼中，他们3个都是恩人，都是前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之一。楚风真的是你，你真的回来了？当确定的确是楚风归来之后，3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甚至激动之际，向来沉稳的缥缈仙姑也是红了眼眶。楚风，快起来，快起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缥缈仙姑赶忙用那颤抖的手将楚风搀扶了起来。与此同时，她眼眶内打转的泪水也是流了出来，这眼泪乃是思念之泪，足以见得缥缈仙姑对楚风的思念是多么的深重。虽然缥缈仙姑向来冷漠，之前在东方海域更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可是楚风在她心中却有着特殊的位置。当初楚风刚刚踏入东方海域，身负重任，但修为还很弱，他可以算是看着楚风一路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他心中，楚风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娘亲，您可有点偏心了，当初我远行归来，也没见您哭过呀。秋水浮烟在一旁装作吃醋的笑道：“人老了就不争气了。”缥缈仙姑有些尴尬的擦拭掉了泪水，尽管修为没了，可她好歹也是大人物，当众哭出来，她自然感觉尴尬。就是不要哭，楚风小友回来乃是大喜事，我们应该高兴才对。你们等着，我就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大家。楚风，刚好你的师尊以及残叶魔宗的人也都在我缥缈仙峰上，他们得知你回来，肯定会特别的高兴。太后此刻也是满面笑容，那一脸的褶子就跟包子一样，一边笑着一边快步的走了出去。我也去帮忙宣传，我也去。见状，春夏秋冬4姐妹也是跟着太后一同跑了出去。太后，你要是敢骗老夫，老夫和你没完！太后他们离开没多久，一道充斥着威胁的声音在殿外响起，而很快的一道劲风袭来，一道身影也是进入了这座偏殿之内。这位为了来见楚风，甚至动用了身法武技。当那道声音响起，还未进入之际，楚风便知道是谁来了。6品武王，这个修为在东方海域可是没有几个能够达到，再加上那霸气的声音，绝对就是楚风的师尊秋残风。楚风，你果不其然，是秋残风。当秋残风进入这偏殿之内，看到楚风之后，竟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本来他以为太后是骗他的，但哪怕知道可能被骗，他还是赶了过来，因为楚风对他来说太过重要。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楚风竟真的回来了！你小子真的回来了！过了好一会，秋残风才有所缓和，走到楚风近前，抓住楚风的肩膀，投过那双抓在肩膀上的手。楚风能够感受到秋残风此刻的激动以及对他的想念。虽然秋残风被关在地藏多年，楚风与他交流很少，可在楚风心中，秋残风与诸葛流云一样，永远是他的师尊。师尊，请受弟子一拜。忽然间，楚风退后一步，半跪于的对着秋残风施以跪拜大礼。这一幕若是让五至圣土之人看见，一定会感觉不可思议。秋残风什么修为？6品武王而已，在东方海域他是1等1的高手，可若放在五至圣土，简直就是个屁。可楚风呢，可是堂堂4品武帝，多少五至圣土的大人物，多少五至圣土的武帝强者，看到楚风都要点头哈腰，大献殷勤。有谁能让楚风施以跪拜大礼？可是现在的楚风却在向秋残风下跪拜大礼，人们怎能不惊？只不过缥缈仙姑与秋水浮烟他们并不知道楚风如今的修为已是那样恐怖，也不知道楚风在五至圣土的地位已是那样利奥的，所以他们也只是觉得楚风跪拜秋残风是理所应当的事，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吃惊，反而是满面的笑意。快起来，让为师好好看看你！秋残风赶忙将楚风搀扶起来，且脸上竟涌现出了心疼之色。从此可以看出，他对楚风很是溺爱。虽然秋残风没有像秋水浮烟那样哭出来，可楚风却能够看到秋残风在打量他的同时，那双苍老的双眼也是有些泛红了。秋残风，残叶魔宗当初的4大护法之一，如今的代宗主，有谁能让他哭？他又何时哭过？可是现在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泪光，只因看到了楚风。从此便可以看出楚风在秋残风心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你看老秋，我没有骗你吧？此刻太后也是赶了回来。太后，答应你的好处一定给你，不过我现在要先跟我的徒儿叙叙旧。秋残风抓着楚风的手，死活不愿放开。
行了，我说秋残风前辈，您就不要煽情了。楚风回来一趟不容易，咱们都应该高兴才对。秋水浮烟在一旁笑着说道：“对，男人啊！”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庆祝楚风归来。太后也是大喝一声。如今的他，因为缥缈仙姑的原因，在缥缈仙峰内也是非常有威望的存在。他的命令几乎没人敢不从。太后前辈，不要太过铺张，只要叫上一些熟人便好。楚风开口说道。这么多年，各种喜庆的大场面，楚风见得太多了，已经厌倦了。他如今归来，只想与心中最惦念的一些人叙叙旧而已。放心，都是熟人，不是你熟悉的，不准入席。太后笑着说道，随后便走了出去，看样子是要亲自准备宴席。与此同时，秋水浮烟也跟了出去。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对楚风是何其的重视，就连准备宴席也要父女俩亲自出马。对了，楚风，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的家人还有青龙宗、江氏皇朝的人，他们都回到了九州大陆。缥缈仙姑对楚风说道。他们为何走了？楚风问道。他们说九州大陆是他们的故乡，若不回去，总感觉对不起先祖。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也许是不好意思一直留在我们这里，所以找个借口便离开了。不过你也放心，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在九州大陆一切安好。缥缈仙姑似怕楚风担心，于是又补充道，无妨，反正我也是要回九州大陆的，回去了再看他们也好。楚风得知家人安好，自然也就放心了。随后宴席设好，缥缈仙锋以及残夜魔宗的所有认识楚风的人都纷纷入席，血喜月以及第一仙等许许多多个熟悉的身影也都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大家的反应基本都差不多，看到楚风都很是高兴。与五之圣土的那些人不同，这些熟悉的人看到楚风没有一丝陌生感，并没有因为楚风的实力变强便对楚风敬畏有加，反而很是亲切，就像是家人一样，真正的家人。楚风，你成功的进入五之圣土了吗？那传说中的五之圣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看到紫菱他们？在你走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去了五之圣土。在酒宴之上，各种问题扑面来。虽然大家对五之圣土都很好奇，但楚风听得出来，大家其实都是很关心楚风的，关心楚风在五之圣土过得好不好。而楚风对于这些问题，楚风也是来者不拒，都会一一解答。不过楚风并没有吹嘘自己在五之圣土的事迹，只是为大家讲述了一些关于五之圣土的情况而已。我的弟子果然厉害，竟成功的进入了五之圣土。来，为师敬你一杯。当得知楚风的确进入五之圣土，且如今也是从五之圣土而归之后，邱残风满面自豪。不过虽说他是敬楚风一杯，可实际上举着的却是一个酒坛。邱残风的豪爽不减当年。师尊，弟子敬您。见状，楚风也是放下酒杯，举起身旁的一坛酒，站起身来一饮而尽。好！见状，众人拍手叫好，脸上的笑容更是浓郁了几分。此时此刻，人们像是忘却了心中的烦恼，一个个笑得不仅灿烂，而且很真。浮烟姐姐，为何没有看见皇甫皓月前辈？楚风好奇地问道。皇甫皓月不仅是一位在楚风心中留下了极深印象的前辈，更是一个决定了楚风命运的前辈。若不是当初皇甫皓月从天路之中将楚风带到了九州大陆，楚风也不可能成为楚家的一份子。也许今时今日的处境与现在将会截然不同，所以楚风最感激的几个人中便有皇甫皓月。而当初楚风离开东方海域之前，皇甫皓月就已经与秋水浮烟成婚，应该常驻缥缈仙峰才是。可此刻酒宴摆好，却没有见到皇甫皓月，楚风便很是不解。皓月他如今正在闭关修炼，不过算一算时日，应该快要出关了。秋水浮烟说道。又在闭关，皓月前辈还真是勤奋。对了，浮烟姐姐，皓月前辈他如今是何修为？楚风好奇地问道。当年的皇甫皓月可是东方海域第一天才，虽然皇甫皓月当年败给了楚风，但皇甫皓月的天赋在东方海域来说绝对是最强的。楚风很好奇，如今的皇甫皓月是何修为？哈哈，提起皇甫皓月可就不得了了，他早已是九品武王，如今正在冲击武帝境。若是此次成功，他可就不是武王，而是武帝了。邱残风笑着说道。皇甫皓月前辈果然厉害。听得此话，楚风面色则是稍有变化，他自然替皇甫皓月感到高兴，只是在他看来，武王之后乃是半帝，并非武帝。但是东方海域毕竟许多年没有出现过半帝强者了，在他们心中，武王之后便是武帝，对半帝境并不了解。此刻大家心情都好，楚风自然也不好将这件事说出来，怕影响了大家的心情。毕竟从这件事情上也能侧面的反映，东方海域之人的见识还是有些不足的。的确厉害，若是皇甫皓月突破的话，怕是楚风你再与皇甫皓月切磋也是不敌了。有人笑眯眯地说道，而这话也是在从侧面刺探楚风如今的修为。至于楚风不想表现得太过狂妄，所以自然不会吹嘘自己如今多么厉害的。皇甫皓月就算突破成功，也远不如他这种话，于是只是笑着说道。皇甫皓月前辈，我自然不敌。楚风还年轻，以后的路长着呢，不急不急啊，未来的天下早晚是你的。见状，太后打起了圆场，他可不想因为这种话题而破坏了这本是极好的气氛。就是，来喝酒。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举杯畅饮，想要将这一话题带过。第一仙前辈，亚飞现在何处？楚风对宴席尾端的第一仙问道。第一仙乃是亚飞的爷爷，当初本是诛仙群岛的超级强者，只因自己的孙女而投靠了缥缈仙峰，也正因为他投靠了缥缈仙峰，才免了一劫。在诛仙群岛的一干强者都被铲除之后，他不仅安然无恙，更是留在了缥缈仙峰上，成为了缥缈仙峰的一份子。最关键的是，楚风这么多年心中一直记挂着一件事，那就是帮助亚飞恢复肉身。虽然亚飞的肉身不是楚风毁掉的，但终归也是与楚风有着关联。当初离开东方海域之前，
楚风就曾答应过第一仙，日后会想办法帮助亚妃恢复肉身。而以楚风如今的结界之术，帮助亚妃恢复肉身，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所以楚风想尽快帮助亚妃恢复肉身，不仅是帮第一仙完成心愿，也是解开自己的一个心结。其实楚风已经想好了，当初年少轻狂，一时冲动，做过不少过分的事。不仅是亚妃，还有慕容婉、颜如玉这3个女子，不是楚风的爱人，但却都因楚风的一时冲动而被楚风夺去了身子。他们的清白已然不在，被楚风拿走了。楚风不能放任他们不管，若是他们愿意，楚风愿意娶他们为妻；若是他们不愿意，楚风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补偿他们。楚风小友，感谢你还记得亚妃，只是亚妃她……此刻，第一仙站起身来，并没有将话说完，便哽咽了。见状，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其他人。可是此刻，人们或是低头不语，或是不敢与楚风正视。浮烟姐姐，亚妃呢？楚风将目光投向了秋水浮烟，他可以确定亚妃肯定出了什么事，而在场之人也肯定都知道这件事。楚风，你一定要冷静。秋水浮烟劝道：“我很冷静，请告诉我，亚妃她怎么了？”楚风追问道。他已经从人们的反应中意识到亚妃出的事似乎很严重。好吧，秋水浮烟深吸了一口气，似是在整理思绪，这才对楚风说道：“1年前，缥缈仙峰的忽然出现了一道门，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门的后面便是缥缈仙峰内最神秘的成仙路。成仙路，缥缈仙峰的成仙路，不是早就发现了吗？”楚风颇感意外地问道。对于缥缈仙峰的一些秘密，楚风还是颇为了解的。所谓成仙路，便是缥缈仙峰最神秘，也是最有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缥缈仙峰内一直有记载，进入成仙路便有成仙的机会。可以说，成仙路才是缥缈仙峰的核心所在，是缥缈仙峰内最珍贵的宝藏。但是听秋水浮烟的话中之意，似乎之前的成仙路并非真正的成仙路，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不，之前那个并非是真正的成仙路，毕竟那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后面开启的那个却是明确的写着成仙路3个大字，且散发的远古气息浓郁，绝对不可能是假的。秋水浮烟说道。然后呢？楚风追问道。真正的成仙路出现，我们自然欣喜若狂，打开大门之后更是喜出望外。虽然那成仙路我们根本无法走到尽头，可却也从中获得诸多好处，那其中乃是修炼圣地。皓月他能够那么快突破到9品武王，并且如今冲击5帝境界，也是与那成仙路有关。可是意外在半年前发生了，亚妃、颜如玉、慕容婉3人在成仙路内修炼之时失踪了，我们无论怎样搜索也找不到3人。秋水浮烟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紧，并不是说亚妃失踪了，而是没想到除了亚妃之外，颜如玉、慕容婉也一同失踪了。本来楚风觉得颜如玉和慕容婉没有出席这场盛宴，是因为他们不在缥缈仙峰，但却没有想到他们竟与亚妃一同消失了。楚风心中最愧疚、最想补偿的3个女人，竟然一同消失了。这简直就是说，楚风以后想要补偿他们都没有机会。怎么会消失了？是成仙路内有危险吗？楚风追问道。此事事关重大，楚风必须深究。没有找到3人，便只能定位失踪。我们规定他们修炼的地方倒没什么危险，但成仙路深处，也就是我们无法探索的地方，却是危险重重。我们觉得亚妃3人很可能是擅作主张去探索深处，从而遭遇了不幸。秋水浮烟说道。亚妃只是灵魂体，怎么也让她去修炼？楚风不解地问道。我们虽然无法帮助亚妃恢复肉身，可经过一番努力后，却也能让她以灵魂体的方式如我们一样正常生活，并且那成仙路内有着特殊的力量，有着滋润她的作用。秋水浮烟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那浮烟姐姐，那成仙路在何处？现在能够打开？楚风问道。可以，倒是可以，只是楚风能搜索的地方我们都搜索过了，不能搜索的地方实在太过危险，并且已经过去足足半年了。他们怕是秋水浮烟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但他却并不想让楚风进去。他曾多次进入过成仙路，深知成仙路深处的凶险。浮烟姐姐，请你帮我这个忙，他们3个对我来说太过重要，我不能在他们3个出事后袖手旁观。楚风用恳求的目光对楚风说道。